我们不是不能改变世界，相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微妙地改变着世界。我们有爱心，有温度，世界呢就会变得好一点；我们冷漠无情，肆无忌惮，世界就会变得坏一点。在去有风的地方这部充满治愈与温暖的剧中，大理的鱼苗村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生活的本真。许红豆因为闺蜜陈南星的离世，暂别忙碌的都市生活，来到了这有风的地方，开启了心灵的疗愈之旅。就在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上，黄星星的出现如同一股活泼的溪流，为鱼苗村注入了别样的生机。她大学毕业之后就来到这里当起了村官，内心有着想法和激情，立志帮助村民发家致富。内心朴素的黄星星灵魂有趣，有自己的坚持，是年轻人中的一股清流。虽然他穿着朴实无华，但小小的身体里住着大大的能量。他毕业后没有像许红豆那样留在大城市里打拼，反而选择大理这个偏远的小镇发展。他首次登场时身着简约的休闲装，白色的 T 恤配上淡蓝色的衬衫，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股子青春活力就像春日里破土而出的新芽，朝气蓬勃。当时的场景是村里展开防诈骗的宣传活动，谢之遥特意安排了刚刚经历过杀猪盘骗局的谢小夏跟着一起去宣传。黄星星拉着有些懵懂的谢小夏，挨家挨户的发传单，面对村民们或疑惑或好奇的目光，他耐心又细致地讲解着各种防诈骗的知识，每一个表情每个动作都满是真诚与热情。从他与村民的互动中，就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开朗和亲和，没有一点大学生村官的架子，很快就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在这段剧情中，编剧还埋了一个小伏笔，黄星星是非常怕狗的，即便是这么丁点的小奶狗，他也怕得不得了。许多观众都被他的活力感染，纷纷表示这村官好接地气啊。那你们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对这个元气满满的村官充满好奇，想知道他后续还会在鱼苗村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黑，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鱼苗村的好村官，一身正气的黄星星。因为有风剧中的人物之间故事线是有交错的，如果大家看到重复的部分，还请多多见谅。如果有遗漏的情节，欢迎大家补充。接下来，让我们3连打卡，启程云苗村。黄星星在有风剧中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是他在鱼苗村的工作就像一张紧密的网，覆盖着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正是有了他，才串联起了鱼苗村里的许多大事。黄星星的第2次出场是他来到谢之遥家里找他聊工作的事情，正巧赶上许红豆在谢之遥家里吃饭。许红豆也是从这一天才知道，原来鱼苗村里还有这么一位年轻的村官。这是村主任助理黄星星，欣欣向荣的欣欣，大学生村官。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我们村玩。你叫我小黄或者欣欣就行。欣欣，好。一听谢之遥让阿奶帮忙倒茶，黄星星立刻表示不用麻烦，他可以自己来。这也说明，因为工作上的事情，他没有少来麻烦谢之遥，他们之间已经是非常熟络的关系了，很多小事情不需要见外。这一次出场，黄星星穿的是白色和浅棕色相间的 T 恤，搭配一件淡黄色的衬衫，下身穿浅棕色的长裤，衣服的整体色调柔和不张扬，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和鲜艳的色彩，显示出他注重实际，不追求外表奢华的性格特点。这种穿着风格符合他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反映出他将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工作和为人民服务上，而不是关注自身的外在形象是否引人注目，是一个务实低调的人。和第一次出场时的穿着相比较，黄星星选择的服装款式和颜色都给人一种亲切温和的感觉，浅色系的搭配让人觉着容易亲近，这也与他在剧中热情随和的性格相呼应。作为村官，需要与村民打成一片，这种具有亲和力的穿着风格有助于他更好的与村民沟通交流，融入到村民群体中，让村民们感觉到亲近和信任。这一次来找谢之遥是为了村子里老戏楼重新利用的事情。黄星星觉得村里的老戏楼保护性重建之后，可以合理的进行利用，比如融合村子里原有的特色民俗表演。如果能把村子里的戏台重新利用起来，或许可以成为鱼苗村的一大旅游特色。谢之遥也认同了这个观点，表示如果在资金上遇到了问题，他可以帮忙解决。而这正是黄星星这一次的终极目的，希望可以得到谢之遥经济上的支持。而黄星星的工作让一旁的许红豆产生了好奇，询问他来鱼苗村多久了。
我们也从黄星星的口中了解到了他的基本信息。这是第2年了，哎呀，我刚来的时候两眼一摸黑，那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但那个时候谢总已经回来创业了，可帮了我不少忙呢。不能这么说啊，你也为了我们村的项目跑了不少腿。这不是我的本职工作吗？我们俩现在可是黄金搭档了。许红豆误以为黄星星只是来村里镀个几年金，就会离开这里去其他地方发展，而黄星星却说自己根本没有打算走，还介绍了家里的情况。但这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的，这不才刚开始吗？那你们家人同意哦？嗨，我爸呀，他去贵州搞教育去了，因为我妈在深沟里面当校长。我们一家都是党员，都是同志，在各自喜欢的领域里面奋斗，谁也不用听谁的。我跟谢总都已经约好了，我们同心协力，把鱼苗村建成一个文化艺术村，这是我们共同的理想。黄星星的这番话，表面上看是个人家庭的背景陈述，实则是对一种理想精神范式的具象化呈现。它既包含了中国传统家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又注入了当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担当，更暗含了现代社会对个体独立与社会参与的平衡思考。黄星星的父母扎根基层教育事业，恰似无数基层教育工作者的缩影，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知识改变命运的现实意义，传递出教育兴国的朴素理念。黄星星作为年轻一代，主动选择成为村官，与父母的教育事业形成了代际接力。这种传承打破了躺平和内卷的当代焦虑，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行动范式，通过扎根基层、服务社会来实现自我价值。黄星星的文化艺术村的理想，本质上是他作为新时代年轻村官的身份认同与价值选择的集中体现。在烟火人间的土地上，用文化与艺术滋养生命，让个人奋斗与乡村变迁同频共振。这种立场的呈现，使得去有风的地方超越了普通都市情感剧的范畴，更成为观察当代年轻乡村建设实践的一面镜子，让黄星星的角色超越了剧情工具人，成为承载时代精神的鲜活符号。而这一番话也深深地触动了许红豆，让他对谢之遥和黄星星的共同理想产生了敬佩之情。当黄星星反问许红豆自己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许红豆一时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短短的几秒钟镜头，却表达了许红豆复杂的内心活动。在鱼苗村的生活本是许红豆逃离现实的喘息，但黄星星充满笃定的理想主义与许红豆暂时没有方向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反差。当被问及理想时，他意识到自己长期依赖的生存逻辑，比如升职加薪稳定，已在朋友离世与辞职之后失去了意义，而新的价值坐标系尚未建成。这种真空状态让他在被追问时手足无措。许红豆的愣住与微笑，是他从逃避现实走向寻找自我的重要节点。后续的剧情中，他逐渐参与乡村事务，正是这一次的对话引发的连锁反应。这个瞬间的心理波动，预示的他将不再满足于在有风的地方发呆，而是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有风。许红豆的这一系列表情变化，本质上是灵魂被唤醒的初始信号。它不是对理想的否定，而是对理想缺位的诚实面对；不是对现状的妥协，而是对重新定义自我的隐秘渴望。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既符合他在治愈中成长的角色设定，也暗含了剧集在烟火气中寻找生命意义的主题。理想未必需要宏大的叙事，它可能就藏在某个被追问后突然愣住的瞬间里，等待着被自己重新发现。在鱼苗村的文化建设方面，黄星星同样功不可没。还记得韶华书屋吗？那可是黄星星和谢之遥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引进来的。这个项目的初期是黄星星通过学长特地从北京拉来的商户，他满心期待着这个网红书店能给鱼苗村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气息，吸引更多的游客，带动村里的其他产业发展。我师哥说了，他如果没有特别强烈的意向，他是不会自己亲自过来考察的，他就只会派他助理过来了。这八字的第一撇人家先写了，这一捺咱们是不是得写好了？为了这个项目，谢之遥也积极的参与其中，还拉上了许红豆一起，特意安排给大家定做专门接待的统一服饰。
一提到有新衣服穿，黄欣欣可就来劲儿了。也包括你。我跟你说啊，红豆，我之前见过谢老师给小鸽子做过正装，量身定做，特别的好看。这小领子上面啊都有那种刺绣，事业上独一件，绝对不会撞衫的。是，他们参加那个非遗展啊，穿的都比较正式。那我们得赶紧做衣服了哈，得准备好啊。吃完饭就去呗。好呀好呀，行啊，人机来了。来。吃完了饭，谢之遥就带着大家去怀兰娘娘那里量尺寸了，把接待考察团的这件大事提上了议程。为了前期的筹备工作，他们特意开了小型的探讨会。谢之遥计划拍一个云苗村的宣传片，把村子里的特色做一个集中的展示。这个提议得到了黄欣欣极大的肯定，但是听说需要自己出镜的时候，他却有点傻眼了。不是，为什么是我呀？因为你活泼可爱，让人有亲切感。行，只要对我们村子的发展有用，我的肉身尽管拿去。为了村子的发展，小黄也算是尽心尽力了。拍摄宣传片肯定是需要费用的，预算这方面让黄欣欣有些许的为难。好在谢之遥慷慨解囊，直接化解了这个难题。放心，钱的事情我来解决。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在面对叶森消极的开会态度和许红豆作为旁听顾问还积极准备时，黄欣欣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呀，只要是有你在的会议，都会变成扯闲天，住嘴吧你。红豆，你先说。对工作散漫的叶森直接提评，表明黄欣欣注重规则和效率，不容忍敷衍了事的工作态度，认可许红豆的认真细致，体现黄欣欣善于发现他人的优点，并给予相应尊重。这种对比凸显了黄欣欣对事不对人的公正性，以及通过行为导向强化团队执行力的做事风格。可是书店的事情哪有那么顺利呢？在之后的剧情中还有很多困难在等待着他们，我们暂时先按下不表。在云苗村的发展进程中，黄欣欣与谢之遥的合作堪称默契十足，是一对令人称赞的最佳拍档。他们就像同一辆战车上的两匹骏马，目标一致，齐心协力地拉着云苗村这座大车向前奔跑，但总是会遇到一些难以预计的突发状况。村里民宿的承包者突然消失了，这让工地上的村民们非常不满，他们聚集到了一起，想要讨个说法。黄欣欣在工地被团团围住，眼看着局面就要失控了。关键时刻，谢之遥赶了过来，一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才帮黄欣欣安抚住了村民们的情绪。我可真的太寸了，我就赶着书记跟村主任不在，我给村主任打电话，他老人家叫我过去看看。我去了之后又不听我说，我就这一张嘴啊，我对着10几张、20张嘴，我说得过来吗？我现在简直口干舌燥，嗓子冒烟。其实是因为民宿的老板家里遇到了突发状况，导致资金出现了问题，目前正在想办法解决。可按照云苗村目前的知名度，想要把民宿转出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让这件事陷入了困境。谢之遥立刻想到了宣传片的推进计划，这或许可以帮助云苗村提升知名度。在得知黄欣欣的师姐还要过阵子才能来拍摄，他才放下心来。此处谢之遥喝的是可乐，而黄欣欣喝的是矿泉水，这一定程度上暗示了他性格中较为内敛、沉稳和理性的一面。矿泉水相对比较平淡温和，没有过多的调味和刺激，这或许与他在面对民宿工地闹事村民时表现出的冷静理智相呼应。他能够沉稳地应对问题，不被情绪左右，如同矿泉水的纯净和稳定。当然了，这是我的过度解读，更直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矿泉水比可乐更加解渴。聊完了工作的事情，黄欣欣开始调侃谢之遥和许红豆在村子里传得沸沸扬扬的绯闻。作为当事人，谢之遥表示很无奈。这时候，小卖部的小琴来店里了，非常严肃地询问了谢之遥关于他和许红豆的事情。谢之遥当然是否认的。听了小琴逆天的言论，黄欣欣一口水直接喷了出来，躲在边上一声不敢吭。接着小琴硬 Q 黄欣欣，本来他是不想掺和的，但是面对谢之遥的眼神暗示，他又不得不加入聊天。是，但你阿瑶说啊，他喜欢年纪差不多的，有共同话题吗？什么共同话题？在一起久了，不就什么都共同了吗？这个共同话题呢，它不是在一起久了才有的，这是思维层面上的一种精神上的东西。我不知道。
的。果然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最后还得靠谢之遥自己解决。此处谢之遥的眼神示意并非随机的动作，而是他和黄欣欣两人长期相处形成的默契代码。一个余光瞥向小晴的方向，黄欣欣便能瞬间理解需要帮忙开导的意图。这种非语言沟通的流畅性，说明他们对彼此的行为模式，甚至微表情习惯已经高度熟悉，如同配合多年的搭档，能在复杂的场景中快速达成行动共识。有人说，谢之遥和黄欣欣要是组 CP， 那也会是超有默契的一对。虽然他们之间是纯粹的工作伙伴关系，但这种默契和信任真的让人羡慕。之后，为了给民宿工地的村民们解决工作问题，谢之遥和黄欣欣又把周遭正在施工的工地都跑了个遍。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工资日结、距离还算合适的地方。那我明天让工人们过来，谢谢您了。行，我们几个工人请假去参加歌会，就缺短工。再次确认一下，工资日结。您放心，日结。行。您不用送我们了，您快忙，快去忙吧。好，那慢走啊。再见。谢谢啦，拜拜。黄欣欣和村民之间的相处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又亲切。作为村官的他深知说话的艺术，村里的事情真的能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情绪价值这一块更是被他拿捏得明明白白。比如马爷马秋山重新创业，在云苗村收集茶饮意见的时候，黄欣欣是唯一一个情绪价值拉满的人。马爷给黄欣欣试喝的时候，第一杯茶刚倒进杯子里，还没来得及介绍，就被黄欣欣拿过去一饮而尽，随即拍起了彩虹屁。好喝，这个太好喝了，这个牛奶一点都不抢这个红茶的味道，而且这个茶汤入口之后的口感非常的柔和。不过黄欣欣还是懂一点茶的，说出来的评价毫无违和感。品尝完了第二杯茶，黄欣欣又精准地品出了茉莉花茶的味道。茉莉花茶的味道，茉莉花茶做的地。绝，这个真的太绝了！这是什么神仙奶绿？这也太好喝了！喝完第三杯，黄欣欣又是一顿猛烈的夸赞，马爷都被夸得有点上头了，以为是碰见了知己。特别，太特别了！这是什么人才啊？能把豆奶跟普洱搭配在一起？生普，好，搭配的特别棒，好喝。直到黄欣欣喝了边上清口用的白水之后说出的这番话，马爷才有点清醒过来。清爽甘甜，这是什么呀？这是清口用的水。水是好东西啊，3分茶7分水，喝完茶喝这个水，喝完水呢就再喝这个茶。马爷，我尝尝您这个纯茶呗。是。马爷看着他真诚的眼神，一时也不好拒绝，只好也给他倒了一杯。这波情绪价值真的给的太到位了，让马爷根本分辨不出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还是敷衍的客套话。这个纯茶真好喝呀！我尝尝这个呗。这两个一样的。一样的。之后黄欣欣还主动要求给马爷的茶饮调研卡写评分，结果一水的都是满分，马爷直接就傻眼了。客观一些啊。我很客观啊，我非常的满意，好喝。你也可以简单扼要的帮我写一些你的意见或者建议。800字够吧？够啊。个人认为，黄欣欣的评价大概率是对产品价值的真实认可与对马爷的情感支持的结合体。它既非纯粹的客套，也非完全客观。在乡村语境中，这种带着温度的真诚更符合人物设定与剧情逻辑。这种评价体现了黄欣欣作为理想主义乡村建设者的核心特质，用积极的视角发现价值，用热情的态度赋能他人，让真诚与善意在乡村生活中自然的流淌。过了一阵子，黄欣欣的学姐笋子忙完了手头拍摄，终于来到了云苗村，为云苗村宣传片的拍摄做起了前期的准备工作。黄欣欣带着笋子在云苗村里参观，热情地向他介绍村子里的特色。我向你提个问题啊，
你猜这3个染缸里面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我听说是板蓝根。哎，答对了，板蓝根跟石灰一起发酵而成的，这样不容易掉色。然后你看这位师傅，他一直在这样揉，他其实在做什么？就是你背后这种全染。然后这边这个师傅是在做渐变。那你看现在已经分了3个阶段，然后就一点一点。有了黄星星的引导，笋子很快便对鱼苗村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接下来就到了宣传片剧本的创作阶段。面对叶森写出来非常不专业的剧本，黄星星虽然笑得很欢乐，笋子却是一脸的严肃。很显然，这不符合拍摄的基本要求。为了能完成剧本，笋子总是不经意的找大麦探讨相关的内容，潜移默化的让大麦帮忙完成了剧本的创作。有了剧本之后，就到了拍摄的关键阶段。黄星星在村子的广播里展开了演员招募的宣传，然而等了一上午，一个报名的人都没有。此时，黄星星的精神状态已经出现了异常。你转一圈我看看。非常好，你的条件非常的好，来说出你的梦想。小黄，你别这样，我有点害怕。都等了2个小时，怎么没有人来呢？这么人呢？正是大家苦恼的时候，小晴带着她的小姐妹们来报名了，这可解了黄星星的燃眉之急。演员的问题解决了，那就到了拍摄阶段。黄星星一改往日朴素的装扮，换上了颜色明亮的蓝色裙子，出现在了镜头里，成为了那个带领我们走进云苗村的人。当拍摄现场遇到穿帮的问题时，黄星星也直接跑去和路边的阿奶们沟通，让拍摄得以顺利进行。而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从笋子的口中了解到了在学校里黄星星的另外一面。他本来是一个和别人讲话都会磕巴的人，有时候急了有理说不出，直接会气哭。他呢是为了改变自己才加入辩论队的。黄星星以前说话会磕巴，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呀？大量的练习，加上每天对着镜子告诉自己，我很优秀，我可以的，我一定行。这也太玄学了。这个是信念的力量。笋子在这里提到了信念的力量。黄星星的改变本质是自我驱动型成长，用自我暗示增强行动力，通过练习直接改变自身的能力。这种以行动为基础，以信念为辅助的成长模式，更符合心理学理论的现实逻辑。在之后的拍摄中，黄星星也尽量参与其中，哪怕是炎热的户外拍摄，没有他出镜的画面，他也都在现场陪伴大家。有了大家的齐心合力，鱼苗村的宣传片顺利的拍摄完成了。随着剧情的推进，到了收梅子的季节，凤仪家的梅子园急需人手帮忙。作为大学生村官的黄星星，自然是要起到带头作用。黄导，我们摘1颗吧。不客气。你今天不去忙啊？这不正在忙呢吗？帮村民解决困难。面对胡有余的调侃，黄星星是这么说的：壮我是一点没看出来，来一阵大风都给你刮跑了。他的这一说法也得到了马爷的认同。我们也从黄星星口中得知了凤仪家的情况。昌叔还种了大葱跟洋芋，加起来得有7亩地吧。平时干完农活，他就去割芦苇、编扫帚、收玉米皮、编筐，一刻都没闲着过。怪不得昌叔累病了。作为村官，黄星星是很称职的。他清楚鱼苗村每个村民家里的情况和困难，总会想办法帮忙解决，不但亲力亲为，还没有一丝的怨言。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当体验一下丰收的喜悦嘛。我们大家就加油干吧！加油干！在黄星星的鼓励下，大家打起了精神，尽自己的一份力，帮凤仪解决困难。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大家都觉得这一餐饭吃起来格外的香。黄星星也在用餐过程中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对啊，所以基层工作就特别的有意义，能真正的帮他们减少一点困难，能减少一点算一点呗。这句话隐藏着黄星星对基层工作复杂性的清醒认知。他明白个人的力量有限，不奢求一蹴而就，而是以日拱一卒的耐心累积成效。他不将工作价值依附于最终成果，而是认可每一次微小帮助的本身意义。这句话也成为剧情的隐喻。乡村振兴不是宏大的叙事，而是无数个减少一点的具体行动的叠加，体现了剧集现实主义乡村建设的叙事基调。
忙完了助农的果园采摘，黄欣欣和谢之遥又投入到另一件大事中去了。消失许久的民宿老板终于露面了，他家里出了点状况，已经无法再继续经营民宿的项目了。无奈之下，只能拜托他们帮忙转让民宿。在回村的路上，黄欣欣也是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你都不难过呀？难过，难过。我前2天我还偷偷抱怨了他们夫妻来着。我也是，我还骂过。你也太狠心了吧，谢之阳！那我是不是也要哭啊？你不行，你得好好开车。这段剧情也从侧面说明了黄欣欣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她的情绪反应不仅证明其具备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更暗含通过情感连接推动改变的行动逻辑。这种特质源自于她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服务于剧集以情感共鸣激活乡村活力的叙事内核。正如她的眼泪，既是对他人苦难的回应，也是她与这片土地深度绑定的开始。过了一段时间，鱼苗村的宣传片终于出炉了，在片子里，大家跟随黄欣欣的视角，一起走进了风景如画的鱼苗村。借着这个机会，谢之遥组织了一次团建，黄欣欣也放下手中忙碌的基层工作，跟着大家一起出去散心了。结束了有风小院的团建，黄欣欣又回到了日常的工作中去了。这天，她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来电显示的是小张，刘总的助理，是韶华书屋项目的联络人。在接通电话之前，黄欣欣还特意清了清嗓子，可见对这通电话是非常重视的。电话里虽然没有传出对方的需求，但此处导演特意用了几个沉闷的大鼓来传递信息。在影视作品中，低频的鼓点如战鼓、定音鼓常与危机降临、重大变故的叙事节点绑定，其物理特性是沉闷、共振强，能直接刺激观众的焦虑情绪，形成声音到心理的条件反射。此处鼓点的沉闷感强化了未知威胁的压迫性，因为为展现电话内容，鼓声成为了信息缺失的听觉代偿，迫使观众对即将发生的事产生紧张的预期。黄欣欣第一时间就通知了谢之遥到村委会开会。这一趟是韶华书屋刘总的私人行程，旅途中正好经过鱼苗村，就顺便过来玩2天，这让村委会的领导们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接待。谢之遥提议将计就计，把他们这一趟当成私人接待来对待。黄欣欣也随声附和，还说自己要去洗个头。在现实社交中，洗头常被视为认真对待场合的潜意识表现，这里可能是黄欣欣通过个人卫生打理完成心理准备的仪式。从影视创作的规律来看，细节往往服务于角色的塑造。黄欣欣的洗头行为更可能是通过日常动作展现职业态度的设计。即便在乡村的环境中，她也以专业接待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既符合她认真执着的人设，也为后续剧情中她推动乡村项目的努力埋下了伏笔。经过短暂的准备，鱼苗村迎来了刘总的一家。黄欣欣带着谢之遥、许红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边向刘总一家人详细介绍了鱼苗村的情况，一边还带着他们在村子里四处参观，不但去了木雕坊，还去了怀囊娘娘的绣坊，最后去了格三花饭店吃饭。在餐桌上聊起了鱼苗村的宣传片，黄欣欣自豪地表示，片中出现的所有演员都是村子里的人，所有的演员都是我们村子里的人。要是没见到你们，还以为你们请的是专业的演员呢。用餐过后，他们一行人继续带着刘总出去游玩，而黄欣欣则是卖力地帮他们一家人拍照打卡。经过了1天的忙碌，总算是顺利完成了接待刘总一家人的任务。天色暗了，黄欣欣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村委会。为了帮忙民宿老板把民宿转让出去，黄欣欣也是不遗余力地帮忙联络，找了许多有意向的客户来工地考察。只可惜真正想接手民宿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很多时候黄欣欣是费尽了口舌也没有谈成。这一天，黄欣欣忙碌了一上午，跑到有风小馆来休息，一口气干了一大杯3倍浓缩的咖啡，居然还想再来一杯。你就看我那白天的运动量，你就给我往那猪圈扔一个枕头，我立刻我就睡着了。吓得娜娜劝他喝点别的，
好在黄星星也是听劝，欣然接受了娜娜的建议。这个时候，店里的客人认出了娜娜，善解人意的黄星星立刻帮忙解围，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偷拍娜娜的镜头，并热情地和客人打招呼。一听说他们是因为宣传片才选择来到这里旅行，黄星星一下子就来劲儿了，马上就和他们聊成了一片，不但转移了客人们的注意力，还缓解了娜娜的尴尬。送走客人之后，黄星星还特意安抚焦虑的娜娜。这时候的他还不知道娜娜的往事，误以为娜娜是因为镜头恐惧症才害怕被人偷拍，所以黄星星想出了一个特别有情绪价值的安慰方式。像你长得这么漂亮，还总是被偷拍，肯定很反感吧？我漂亮啊？那你说说，我哪儿漂亮？你的那种漂亮啊，就是属于低调且含蓄，美而不自知。虽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但还是把娜娜给逗笑了。由于暴雨突然来袭，黄星星住的房子没有扛住这一次的洗礼，意外开始漏水，导致宿舍根本没有办法居住。借着修整房子的契机，黄星星也住进了有风小院，成为了小院的临时住客。而谢之遥特意没有说明，放出了一个美女邻居要入住的烟雾弹。为了迎接所谓的美女邻居，胡有余表现得非常亢奋，提前做了精心的准备。直到看见黄星星进入小院，胡有余都没有反应过来，他就是那位新房客。我们的新房客，你们的美女邻居。我就是这个美女邻居，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虽然胡有余表现得十分失落，但是许红豆和马爷还是热情地接待了黄星星。也是因为入住了有风小院，使得黄星星和剧中其他角色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了。这天夜里，黄星星在写报告，娜娜在和大麦微信聊天，夜开始深了，而许红豆和胡有余依然没有回来。黄星星好奇地问了一嘴，才从娜娜的口中知道了他们的下落。听说许红豆在谢之遥家里陪阿奶打麻将，黄星星都替他们的感情进度着急。娜娜却否定了黄星星的观点，而黄星星是这么说的：不对，我觉得呀，这跟时间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你看，红豆的事业发展方向就不在这儿。现在又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年代了，女孩子考虑问题呢得全面。对，是该搞事业。对，就是要搞事业，先富带动后富，再实现共同富裕。话到说到这份上了，娜娜也顺便质疑起了黄星星，搞了这么久事业都没有找到对象。结果黄星星一语惊人，把娜娜直接给说懵了。富有对象啊？啊？他是在贵州当老师的，我们上个月刚在一起啊。你哪里来的时间去贵州搞对象啊？原来是他去年暑假去贵州看望父母的时候，正巧认识了当地新来的支教男老师。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发现还挺合适的，于是两人就在一起了。他们属于是异地的网恋，这让黄星星产生了把男朋友挖到鱼苗村的想法，不过是有点不切实际，所以暂时是无法实现的假想。我想把他从我妈那挖过来，这我们这学校还缺老师呢。他愿意吗？他暂时不太愿意，让你妈跟他说说。我妈更不愿意，我妈跟我说了，她现在带的高年级的学生要中考，让我想都别想。你们家子可都有人才，我妈才是人才。在乡村的基层工作中，有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这天夜里，村民们因为一些小矛盾吵了起来，眼看就要动手打架了。好在有谢之遥和黄星星在一旁劝阻，这才让争执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可是村民间的矛盾哪有那么容易化解呢？没过几天，他们又因为土地的问题吵了起来。黄星星夹在中间劝架，真的是左右为难。好在谢之遥用了破釜沉舟的办法，才把在气头上的村民给劝住了。说是说不明白了是吧？啊？来，砸！您看你上次给我弄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好，直接砸吧，让你痛痛快快的出个气。别一年到头的时候，播种的时候闹一次，收成的时候再闹一次，啊！我真的累了。砸，往这砸，来，用这个砸，来，砸，来，哎呀，别这样。没过多久，许红豆的租约到期，暂时离开了鱼苗村。娜娜因为突如其来的失落伤心难过。
忙完手头工作晚归的谢之遥和黄欣欣回到有风小院，正好看见了这一幕，马上陪着娜娜一起吃东西，顺便开导她。你看，像我这种金刚不坏之身，上次我跟我爸去看我妈走的时候，那我不是一上车也哭了吗？你妈一定很难过吧？哎呦，拉倒吧，我妈简直是欢送啊！我们去了之后，又要顾着我们吃饭，又耽误她工作的。怎么可能？你妈肯定是嘴硬。是真的，是我男朋友悄悄跟我说的，说我们一走之后，我妈就吐了一口气，还形容我跟我爸是两尊粘人的大佛。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伤心的娜娜给逗笑了。看着情绪低落的娜娜，黄欣欣还是补充了一句：“放心吧，新的房客还是会来的，窗户还是会亮的。”这句话是想通过隐喻来安慰娜娜。许红豆大麦的离开是人生列车的下车者，新房客是上车者，而民宿是永恒的站台。窗户的光亮是站台不灭的灯光，暗示关系的形式会变，但温暖的本质永存。从此时黄欣欣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已经尽力了，只是有些情绪的波动，一时半会儿是压制不住的。她只能给娜娜递了2张纸巾，顺便给谢之遥也塞了2张，而谢之遥明显是没有悲伤到落泪的程度，面对突然递过来的纸巾，只能尴尬的擦了擦嘴。随着剧情的推进，云苗村终于迎来了韶华书屋的考察团，黄欣欣和谢之遥以及村里的领导们一起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有了上一次的私人行程接待，这一次的正式接待非常顺利。村里的领导带着考察团参观了村里的特色，扎染、刺绣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艺，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说他们需要回去过会，黄欣欣立刻焦虑了起来。谢总，我刚听小张他们说回去要过会，这是不是一种话术啊？不是，就是要过会。放平心态，这次我觉得能成。考察团回去之后暂时没了消息，这让谢之遥和黄欣欣都异常的焦虑。黄欣欣甚至因此生了病，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下班回到有风小院就直接回房休息了。一直到了这一天，黄欣欣匆匆忙忙地跑到了谢之遥家里，告知了谢之遥书店项目通过了的消息。这兴奋之情真的是溢于言表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别着急，慢慢说。哎呦，怎么了？成了，成了，成了什么成了？书店刚才给我打电话，成了，成了，成了，真的，成了！今天晚上必须要吃点什么庆祝一下！而许红豆这边回到老家一段时间之后，经过深思熟虑并征询了家里人的综合意见，最终决定接手村里的民宿，又一次回到了云苗村。为了迎接许红豆的归来，谢之遥特地准备了一桌子菜招待他。正当大家都在吃席的时候，黄欣欣却一个人在村委会忙着工作，连大餐都没有吃上，只能默默地喝水，望梅止渴。在剧中虽然没有明确当天在村委会加班的具体工作内容，但从黄欣欣连吃席都没有参与的状态推测，这项工作可能是需要加急处理的大事，强化了他基层工作的无边界工作时间特性。黄欣欣可能认为解决村民实际问题比参与社交活动更具现实意义，这与他此前能减少一点困难算一点的务实精神一脉相承。许红豆和娜娜一起接手了村里民宿的运营，为了让他们提前预见到将来会面临的困难，黄欣欣和谢之遥特意做起了他们的思想工作。没想到许红豆和娜娜早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看到他们确实是认真对待这个项目，而不是盲目投资，黄欣欣欣慰的笑了，还情不自禁的点了点头。但是看到谢之遥的眼神，黄欣欣又严肃了起来，告诉他们将来可能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阻碍。听完许红豆对民宿运营成本的总体核算，以及他对民宿前景的信心，黄欣欣终于打消了心中的顾虑，借着跳二郎腿的机会踢了谢之遥一脚，这才让谢之遥把话给接了过去。他就是给你们打个预防针，你们这心态啊要稳要端正，知道吧？是你担心吧？我知道，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问题，谢总和欣欣都会无条件的支持我们，不会让我单独面对的，对吧？
可别给我戴这种高帽，我才不吃这一套。你不是很吃这套吗？起开！经过了这次谈话，正式确立了许红豆接手民宿的工作。离开有风小馆之后，黄欣欣对许红豆和娜娜接手民宿表示出了很强烈的喜悦之情。作为推动鱼苗村旅游发展的核心人物，黄欣欣始终致力于引入新业态。许红豆与娜娜接手民宿，不仅延续了有风小院的运营，更契合黄欣欣振兴乡村的愿景。黄欣欣此时的喜悦源于对朋友追梦的支持，也包含对项目助力乡村发展的期待。朝华书屋的项目确定之后，接下去就到了书店选址的关键一步。设计师相中了一处空置的老宅，它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地方不小，有历史，非常适合改建成书屋。谢之遥和黄欣欣经过一番的讨论，一致认为，虽然老宅的地理位置不太理想，但是换个思路，这恰恰也成为了一个特色。以这个宅子为中心啊，左边是民宿，右边是扎染坊。其实村子本来就不大，又这么集中，反倒是步行最方便。就相当于电影院在商场的最顶层，你去看电影的时候，顺便逛逛别的店，买点东西，是这么个意思。书店的项目选址相中了老宅，那自然是需要获得主人的许可，才能进行保护性的改造。黄欣欣和谢之遥便登门拜访老宅的主人杨阿公，两人轮番劝说，从书屋能给村子带来的好处，到对个人收入的改善，各种优势都讲了个遍。可是杨阿公就是不为所动，固执的他不愿意让喧嚣的商业气息影响自己的生活。他觉得谢之遥和黄欣欣一心只想赚钱，碰了一鼻子灰的黄欣欣和谢之遥只能暂时撤退，打算另寻其他的出路。这个时候正好遇上了因为民宿装修来拜访的许红豆和谢阿奶，黄欣欣和谢之遥极力劝说他们不要进去。此处黄欣欣小声地说别进去的时候，还在不停地摆手，属实是有点可爱了。可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杨阿公不但没有撵他们，还给送了一块大排骨。谢之遥和黄欣欣直接待在原地，这时候黄欣欣才恍然大悟，我们是不是应该也带点什么东西？可能吧。杨阿公的这条路走不通，谢之遥只能去做杨阿公儿子德清阿伯的思想工作。结果德清阿伯狮子大开口，索要昂贵的房租，这可把黄欣欣和谢之遥给难住了。但凡他就高那么一点，我们还能帮他去谈。但他对标的可是大热旅游镇的房租啊，还说什么他们肯定拿得出这个钱，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啊！狮子大开口，根本就没法谈。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一次次的协商，而德清阿伯是块难啃的硬骨头，饭是吃了一顿又一顿，但是对租金的要求是一点都不愿意让步。黄欣欣特意准备了伴手礼，再次登门拜访，而厚脸皮的德清阿伯不但没有答应降低房租的要求，还收了礼物，临了还把黄欣欣一顿夸，把小黄都给夸懵了，稀里糊涂的就回了家。我要把德清阿伯给我戴的高帽子一个一个的给他摘下来。经过一番商讨无果，黄欣欣产生了去村委会打报告批地的想法。这句话恰巧被村里的包打听阿贵婶听到了，误以为村委会已经答应要给书屋的项目批地了。谢之遥索性将计就计，就把这个错误的信息传递给了阿贵婶。看到谢之遥的眼色，黄欣欣立刻心领神会，和谢之遥打起了配合。阿贵婶果然是没有辜负谢之遥和黄欣欣的期待，很快就把这个假消息传了出去。一传十日，十传百，就传到了德清阿伯的耳朵里。他一下子就慌了呀，马上跑去扎染坊找谢之遥求证。谢之遥这时候又玩起了欲擒故纵的套路，故意把他晾在一边。看着六神无主的德清阿伯，黄欣欣还特意提醒他要去把使用收割机的费用交一下。
这一下可把德兴阿伯弄得更慌了。第二天一大早，他早早的来到村委会门口等着黄欣欣上班。这个时候，黄欣欣打着电话出现在了画面里。从他通话的内容可以推断出，她正在和她那个贵州的男朋友交流感情。没想到转角遇到了德兴阿伯，黄欣欣马上挂掉了电话，还没来得及说话，德兴阿伯立刻就老宅的问题表了态。黄欣欣呢，借势给德兴阿伯来了一波精神上的支持。那这个任务我就交给您了。行，别我这边做着工作，您那边又去批地了。哎呀，两手准备嘛，两边都不耽误的。不用准备，不用准备。你批地的话，村里人也有意见。你安心，没大问题。我先走了。啊。那德勤阿伯，加油！都在我掌握之中。掌握之中。慢点啊！送走了德清阿伯，黄欣欣转头就给谢之遥打了电话，同步了这个好消息。书屋选址的大事也得到了解决。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的坚持，才让云苗村有了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地方。韶华书屋建成后，将成为云苗村的一抹独特文化亮色，相信也会引来不少的游客驻足。书屋的事情刚刚尘埃落定，云苗村又因为宣传片的爆火，引来了旅游的高峰期。黄欣欣马上又和谢之遥一起组织大家商量对策，他已经提前预判了周末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到时候一定会是游客专门打卡的地方，所以咱们也画个重点，吃饭呢就格桑花饭店，一定要通知多准备材料，多备菜，多找一些临时的帮手。木雕坊、咖啡厅、扎染坊、刺绣坊这几个地方服务人员也要够，材料呢就赶紧备起来。看到大家因为即将面对的困难有点提不起精神，黄欣欣马上给大家加油打气。我们搞了这么久的事情，不就为了这么一天吗？是不是？要想接住命运馈赠的礼物，咱们必须得承受得住这个重量。同志们，振奋一下，来，一起加个油！星星当空，1、2、3，虽然做好了提前的准备，但是游客的热情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这一天，云苗村几乎快被游客淹没了。白天，黄欣欣带头在人流量最高的村口为大家做引导，下午他又投入到了垃圾的清理工作中。忙完一天之后，他还不忘记回到有风小馆慰问一下奋斗了一天的战友们。今天的战斗才刚刚结束，黄欣欣已经开始安排明天的工作了。哎，我明天准备拿大喇叭在村里喊一喊，村干部带着全村人去捡垃圾、大扫除，你来不来？我明天一早得去给那些临时工结账，去不了。第二天天一亮，黄欣欣便跟着村领导一起带领着村民们开始打扫村子里的街头巷尾。旅游热潮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必然伴随着环境的压力。不同于部分村民可能沉浸在旅游红利中，他已关注到热潮后遗症，展现基层治理的未雨绸缪，用体力劳动直接解决问题，而非空谈规划，延续了他本人能动手就不空谈的务实风格。这场打扫戏的本质是黄欣欣用扫帚书写的基层工作哲学，真正的乡村振兴不在游客打卡的滤镜里，而是在热潮退去后依然愿意弯腰捡起一片废纸的坚持中。伴随着云苗村的这一波旅游大火，让村民们看到了旅游带来的红利，纷纷想要进山赚钱，开始盲目的向村委会申请经费做生意。黄欣欣为了不让村民们太过于乐观，挨个向他们解释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可能会面临一些不可控的实际情况，试图让他们稳扎稳打，从小生意做起。一个早上送走了一波又一波来咨询的村民，说的口干舌燥，连休息的机会都没有。大哥，阿阳，小黄，你怎么来了？我过来找书记问点事儿，忙什么呢？我这不刚送走10几家吗？都是想做生意的，我就挨个叫来听一听。你做点沿街小买卖挺好的，但有些人心真的太大了，非要搞什么旅游产业链。他们知道什么是产业链吗？没办法，有的人他没有承担风险的能力，他也没有风险意识。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这不下午还一波吗？但是幸好下午有村主任在，有人给我撑腰喽。
在这段时间里，娜娜的真实身份也被网友曝光了，娜娜因此又一次陷入了人生的低谷。有风小院的小伙伴纷纷伸出援手，安抚娜娜失落的情绪。大麦则是从老家又飞回到了有风小院，全天陪伴在她的身边。这天，黄星星从外面回来，被大麦的萨摩耶搓把子吓得够呛。还有人记得吗？编剧在之前埋过一个伏笔，黄星星是怕狗的体质，连小奶狗都怕得不得了，更别说是搓把子这种大型犬了。不过在大麦的鼓励下，黄星星慢慢克服了自己的心理障碍，渐渐战胜了心魔，可以大胆的触摸搓把子了。娜娜夸了黄星星一句，黄星星也借此机会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了娜娜。我觉得你也很强啊。我知道你的事情了。你用自己生日直播来的收入帮助了患病的粉丝，之前还给希望工程捐了不少钱呢。没什么，也就几万块钱而已。哎呀，网上呀总是今天这个企业家捐几千万，明天那个明星捐了几百万的，这种事情看多了，就好像几万块钱不值得一提。但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做了什么。在我妈妈那个学校，1000块钱够一个孩子1年的学习生活费用，那10万块钱就够30个有困难的孩子完成3年的义务教育阶段。我们不是不能改变世界，相反，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微妙地改变着世界。我们有爱心，有温度，世界呢就会变得好一点；我们冷漠无情，肆无忌惮，世界就会变得坏一点。这番话似乎也成功给了娜娜很大的力量，让她换了一个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最终走出了自己心中的困境。在基层工作中，黄星星虽然努力做了许多村民的思想工作，但还是有个别的村民一意孤行，总是想要贷款做生意，但不具备贷款的条件，眼高手低，又不愿意从小生意做起。还有个别的村民想要把自己家的老房子改成家庭民宿，可是生活条件实在太过于艰苦，根本不适合让客人居住。黄星星在面对这些离谱的申请时也非常的无奈，这个时候谢之遥也不敢给太多的意见，只能建议他们再多劝劝这些村民。但我也确实没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小黄刚才说的确实挺棘手的，只能说你们再劝劝啊。像那个杨雪宝，真要是头脑发热的跑去借网贷高利贷，那就真的要人命了。而书屋的项目也已经谈妥了租金，在黄星星的努力推进下，很快就要落地施工了。开完了会，许红豆来接谢之遥了，而黄星星的工作还没有结束。开完了？就是找他出来出个主意，没什么事儿的。不用等你吗？不用了，我跟书记一会儿还要去一个挨奶家坐坐。好嘞。行，那我们走了。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反映出了黄星星基层工作的无限延展性。用去阿奶家坐坐这种看似日常的场景，揭示基层工作辛苦在明，消耗在暗的真实状态。黄星星的疲惫不仅是身体的奔波，更是在政策理性与乡土人情之间反复调和的心力交瘁。而这种辛苦的存在，恰恰是乡村治理得以扎根土地的必要代价。许红豆的民宿进入了施工阶段，在某一天工地上遇到了村民闹事，谢之遥知道之后非常生气，执意要替许红豆出头。黄星星听说出事之后，也急忙从村委会赶来劝阻谢之遥。一提到许红豆还要在云苗村发展，谢之遥才冷静下来，陪着谢阿奶出摊去了。而且你想想，红豆是不是还得在这边做生意？他天天说什么和气生财，和气生财，你的大局观呢？他现在气头上，脑子发热。你听小黄的，你得为红豆想想啊。那他们必须去给红豆赔礼道歉。行，赔礼道歉，肯定道歉。好，那咱们出摊。而黄星星这边也是说到做到，把领头闹事的村民都叫去了村委会，进行了一波强制的思想教育，还把全程谈话进行了录音。村主任义愤填膺的对这3个刁民一顿批评，黄星星最后给做了总结：你们赶紧把你们录的那视频删了吧，这要是真传到网上去，你看了谁还敢来我们村子里投资做生意？谢之遥他这些年为了咱们村里跑前跑后修路修桥，他没少捐钱啊，这些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这都是公示表扬过的，他要是真的想一个人把钱都挣了，那他就应该痛痛快快的去接受投资，但他不想这么做呀。
如果按照投资方的要求全面开发、全面商业化，那我们村子就会变成一个人工制造的仿古村落，我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到最后都是什么？都是商家跟游客，我们村子最吸引人的原生态优势全都没了。这里黄星星提到了镇上开会传达的精神，鱼苗村的旅游发展必须是以3保为前提。镇上说了，我们村的旅游发展要以3保为前提：保护环境，保持文化特色，保证原住民的生活质量，不能盲目的招商引资、无序开发，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不管谁来投资，谁想创业，都必须要符合要求，合理合规，我们才能支持啊！人和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例外。就像村里那些民宿，那都是跟我们村子里签过协议的，像门前3包协议、不扰民承诺书，这些都还是书面上的，那还有一些口头上的保证呢。3保的发展前提，本质上构建了一套生态、文化、社会3位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框架，明确反对为开发牺牲生态的短视行为，对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这一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中的生态承载力的原则一致。这种理念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增长逻辑，指向一种乡村价值再发现，即乡村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模仿城市，而是立足自身的生态与文化禀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地域可持续发展的统一。这在当下乡村振兴背景下有着强烈的现实隐喻。真正的乡村发展应当是让土地保持生机，让文化延续记忆，让村民留住根脉的整体性进步。在黄星星和村主任的一顿教育下，闹事的人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登门去给许红豆道歉了。只不过最后还是被坐镇的杨阿公给打跑了。还敢往这边来啊！故事的最后，许红豆的民宿开张，有风小院的租客们又回到了鱼苗村，大家聚在一起庆祝这美好的时光。在说祝酒词的时候，黄星星提到的内容依然和鱼苗村的发展息息相关。好，那我就祝我们村土地增收。干嘛？不行啊！在去有风的地方中，黄星星虽非绝对主角，却凭借着扎实的人物塑造与多维度的功能定位，成为串联乡村振兴叙事的关键纽带。它的存在不仅丰富了剧情的层次，更通过角色的弧光，折射出基层工作者的理想与坚守，构建起乡土中国的精神图景。从人物设定上来看，黄星星自带鲜明的反差感的标签。出生于党员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扎根偏远地区，投身教育事业。这种成长背景赋予他理想主义底色。初登场时，他身着朴素的衣着，展现出务实低调的形象，与他大学生村官的身份相得益彰。在剧情推进中，黄星星的角色呈现出3重串联的特质。其一是他乡村振兴实践的行动纽带，与谢之遥共同提出将鱼苗村建成文化艺术村的构想，既体现其发展理念的前瞻性，又通过参与民宿工地协调、走访村民、组织卫生清扫等具体事务，将宏大规划转化为日常行动。其二是他情感共鸣的温度桥梁。无论是开导情绪低落的小晴，还是在许红豆大麦离开时安慰娜娜，她的共情能力打破了基层工作者刻板的理性形象，展现出细腻的人文关怀。其三是他城乡价值的调和媒介，既理解村民对发展的渴望，又警惕盲目开发带来的隐患，平衡了经济效益与乡土情怀。黄星星在去有风的地方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他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成长，都紧密地与鱼苗村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它代表着新一代乡村建设者带着知识、热情和理想奔赴乡村，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黄星星的人物弧光在一系列事件中的冲击下愈发的耀眼。从初到鱼苗村时稍显青涩的基层新人，到能够独当一面的乡村建设骨干，他的成长渗透在每个细节中。他的坚持和付出，让我们看到了乡村振兴背后无数基层工作者的努力，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和意义。这个角色的
这个角色的深层价值在于他打破了乡村题材中常见的空降干部的刻板印象，他不是带着拯救者姿态的外来者，而是以共建者的身份扎根土地，用务实的精神解决问题，用共情的能力凝聚人心。他的存在证明，乡村振兴不仅需要资本与政策，更需要无数个黄星星用耐心、智慧与热爱，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故事。黄星星已然成为新时代基层工作者的缩影，他们或许没有主角光环，却用点点微光照亮了乡村振兴的漫漫长路。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像黄星星这样的大学生村官和乡村建设者，他们远离城市的繁华，扎根乡村，默默奉献。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为乡村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黄星星这个角色，正是对他们的致敬和赞美。同时也希望通过这个角色，能让更多的人关注乡村振兴，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到乡村建设中来。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观众老爷可以看到这里，欢迎点赞、收藏、转发、评论和互动讨论。我是小黑，我们下条视频很快再见。我觉得星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反向思路。我们常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但希望世界不要改变我们。可是人就是一直在改变啊。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遇到不同的人之后，谁能保证自己不变呢？